他们仅靠一把鱼叉就能捕获20米长的鲸鱼，分割鲸鱼至少就需要2天时间。捕鲸过程呢惊险万分，难度大大超乎了想象，很多人呢因此丧命，但捕鲸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做不可。鱼叉手是团队中最重要的人，他们站在船头，不停地在海面上搜索目标，发现猎物时他必须跳到空中，用鱼叉精准刺中猎物，而且呢风险很大，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。突然前方闪过一个黑色身影，他们喜出望外，一头虎鲸出现了，渔民飞速向它靠近，并且悄悄关掉了引擎，捕猎正式开始。虎鲸呢游得飞快，鱼叉手瞄准目标，奋力将鱼叉向虎鲸刺去，然而鱼叉却扑了空，眼看着虎鲸消失在视线中，他们也只好继续寻找猎物。不过还好，一群翻车鱼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这种鱼呢小的有1米，大的足足有4米，鱼叉手看准时机，一击命中，瞬间海面就被染成了红色，翻车鱼不断挣扎，另一名鱼叉手接着补了一刀，刺中猎物后要尽可能的耗尽他的体力，等翻车鱼停止挣扎，他们合力把鱼拖到船上，一上岸就开始分割鱼肉。鱼叉手被分配到了最好的部位，他们会用沙子把鱼肉包裹起来，接着呢挂起来风干，晒干的鱼肉还可以换取玉米或者番薯，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顶级美味。但翻车鱼还是太小了，并不能给全村提供足够的食物，他们必须要捕到1条抹香鲸才可以。抹香鲸只在每年的5月到10月才会出现在这片海域，他们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第二天继续出海，很快呢就发现了猎物，但鱼叉手在投掷过程中却发生了意外，头部严重受伤，他们呢也只能无功而返。休整几天后，他们再次出发，发现目标后奋力投掷鱼叉，为了防止猎物挣脱鱼线，他们必须尽快松绳。这次捕获的是一条硕大的鳐鱼，这就足够他们吃上几天。这里是拉马莱拉村庄，位于印尼总部的东面，数百年来鲸鱼一直是村民赖以生存的食物，身长超过20米的抹香鲸更是他们眼中的上等食物和生活必需品。鲸鱼的心脏和毛发内的油脂可以做成药材，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龙涎香。还没过几天，晾晒的鱼肉都吃光了，如果再抓不到鲸鱼，他们就很难生活下去。承载着整个村庄的期盼，他们再次扬帆出海，运气呢还算不错，很快就碰上了鲸鱼群，只有在鲸鱼喘息的短短几秒才有机会捕捉到它。他们一次次的把鱼叉刺向鲸鱼，最终呢捕获了一只幼小的抹香鲸，但这也足够全村吃上几个月了。鲸鱼身体被分割完成后，女人们会把鱼肉腌制好，挂起来晾干，这样呢就可以保存几个月。抹香鲸的头部也会被充分利用，里面含有丰富的鲸鱼油，混合上其他油脂就可以做成蜡烛。村民都在享受着丰收的喜悦。他们的村庄位于一座火山岛上，当地土壤贫瘠，根本没办法耕种。为了活下来，村民也只能靠海吃海，世代以捕鲸为生。这里也成了最后一个被允许捕鲸的地方，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能找到更好的生存之道，停止捕鲸，与这些海洋生物和谐共存。他要挑战2天内用肚子孵化鸭蛋，没想到比生孩子还繁琐。在看到小鸭子的那一刻，感觉一切都值了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孵化鸭蛋呢需要37度，他测了下体温，37.5度非常适合，再加上自己经常出汗，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。接着呢就要做个孵蛋器，用来把鸭蛋固定在肚皮上。他找来一堆工具，忙活了半天，终于做好了便携式孵化器。现在呢就缺鸭蛋了，只能去找鸭子借一颗。这颗呢看着还不错，就它了。把蛋塞进孵化器，贴到肚皮上，孵化呢就开始了。孵蛋过程呢要持续不断，所以呢睡觉也要带着孵化器，时不时就要掀开衣服检查一下，还要把鸭蛋翻个面，防止仅靠肚子的那一面烤熟。即使去超市也要带着孵化器，每过1小时就要翻一下，只有洗澡的时候才会临时放下10分钟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他被打脸了。掏出鸭蛋放在灯光下照射，里面呢看不出有任何变化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他开始怀疑这颗蛋是不是已经坏了。查阅资料后才知道，鸭蛋呢通常需要28天才能孵化，那现在只能继续孵化。就这样来到了第3天，再次放在灯光下照射，发现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黑斑，看起来胚胎已经开始发育了。他欣喜若狂，马上呢就要当爸爸了，想想呢还有点小激动。来到了第7天，可以明显的看到小鸭子已经开始动了。终于来到了第28天，也就到了预产期，鸭蛋里面已经空了一部分，但小鸭子还是迟迟没有破壳，他有点着急了。紧接着来到第29天，睡着觉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动，掀开一看，鸭蛋已经破了一个小洞，还听到了小鸭子的叫声。现在呢他无心睡眠，时刻关注小鸭子的动态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蛋壳破得越来越大，小鸭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。他对着小鸭子吹气，终于虽然呢和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，但他还是很开心。接着呢就要开始给他准备食物了。苍蝇富含蛋白质，这就是最佳食物。
小心翼翼掏出小鸭子，但他好像并不知道如何进食。把苍蝇放在水里，小鸭子试探了几下，也没有成功吃到嘴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，终于学会了吃饭，还越来越熟练。很快呢，就把盘子里的苍蝇都吃掉了。吃完饭的小鸭子精力充沛，虽然还站不稳，却想着到处溜达。但老父亲又愁坏了，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这只狗狗趁着老婆怀孕，每天偷偷出门干坏事。主人好奇的给它带上摄像机，谁都想不到拍到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。这天他又丢下老婆，熟练的扒开门溜了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小白呢显得很疲惫，身上呢也脏兮兮的。主人一直训斥他，小白呢却不为所动，甚至假装闭上了眼睛。主人很是疑惑，他每天出门到底在做什么？于是决定给他带上摄像机，主动放他出去。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来。主人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摄像机到底拍到了什么。只见他一路翻山越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。下山后来到一户人家，就看到一只小母狗热情的迎了上来，两只狗亲密的寒暄起来。院子里的另一只小母狗也不能冷落，也是一顿甜言蜜语。接着呢，又来到第三只小母狗身边，看起来这些都是他女朋友。主人这才知道他为啥每天回来都很累，每天爱的供养，这也太潇洒了吧。小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也害羞的低下了头。这还没完，接着呢，他又去见了另外2个女友，每见一个都要温存一段时间，妥妥的渣男了。5个女友都是白色的，本以为呢他偏爱白色，没想到还是肤浅了。不同肤色的他也毫不在乎。这是小黄狗，也是他女朋友。小白自己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假装睡着了。妻子小黑很绝望，知道你渣，没想到这么渣。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。主人决定带着小白亲自去见见他的女朋友们。据这家主人说，小白每天都会来，并且呢还跟自家的狗生了一窝小狗仔。不仅如此，小白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，只要他去过的地方都有他的孩子。没想到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又看上了一只小黑狗，说着呢就要去约会，还好被主人及时拉了回来，强行带回了家。主人决心让小白做个好老公，禁止他外出，好好和老婆在一起。为了营造气氛，主人还给他们搭建了婚房，让他们重新培养感情。小白呢显得很沮丧，他的快乐没有了。他凭借一根藤条要爬上40米高的大树，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。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判断食物位置，最终来到了一棵树下。他断定这棵参天大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，但这棵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。这是个不小的挑战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。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准备完成，挑战就开始了。刚开始呢，看起来很轻松，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呢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攀爬过程中，他一直被蚊虫叮咬，内心持续紧绷着，脚都会不自觉地抖一下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双脚似乎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筋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，等待症状缓解。为了防止自己掉下去，他把绳结绑得更紧了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，再次重新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呢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的道具。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，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，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上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神秘液体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等洞口凿得差不多了，他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呢也开始对他发起围攻，但他毫不在意，继续掏。很快呢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品美味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。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收集完蜂蜜，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筐蜂蜜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和野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呢，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